一想到自己有可能与叶晨成为同一类人，伊藤菜菜子心中自是激动不已。他看向景清法师，恭敬地问：师父，不知您可否指点一下，究竟如何才能真正悟道？说这番话的时候，伊藤菜菜子心里很没有把握。他觉得现如今这个社会，凡事留一手已然是常态，即便是普通的武道，任何一个门派、家族也不可能将自己的心法告知其他人，更不用说这种更高层次的修炼了。可是他还是想试一试，因为他觉得既然景清法师跟自己说了这么多，或许他会愿意再多说一点，让自己豁然开朗。景清法师此时深吸一口气，不由感叹：施主有天纵之姿，贫僧自不能坐视施主的天赋被埋没浪费。其实施主已经基本上找到了悟道的关键，但唯一做错的一步是施主不该向高处去后，试图靠纵身一跃来让神识进入识海，靠这种方法是无法进入识海的。菜菜子连忙追问：那应当如何才能进入识海呢？景清法师一字一句道：让在神识融入。融入？菜菜子惊呼道：莫非是要让我的神识与那片识海融为一体？没错。景清法师点了点头，认真道：施主，所谓识海，就如贫僧说的宇宙那般，施主若把自己的神识当作自己，那就等同于一个人纵身跃进一片海，海洋浩瀚无际，可人所能感知的不过是身边10丈、数十丈远。只有将神识融入识海，神识才能掌控整个识海，让整个识海都如地球仪一般，直观呈现在自己的眼前。所以施主不要带着所谓的我这个主观意识进入那片识海，要摒弃神识中对自我的界定，在纵身一跃的那一刻，放下所有自我，让神识完全进入无我的状态。待无我的神识与识海完全融合，便是成功悟道了。菜菜子虽然听懂了景清法师的意思，但他却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我境界。他觉得人的思维就是主观产生的，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去思考问题，都是用自己的思维。如何才能将自我的意识从自己的神识中摒弃？于是他问景清法师：请问师父，如何才能做到无我？景清法师道：无我也是佛陀所说的无意识界，这是一种境界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贫僧当年也不理解如何才能真正无我，用了整整8年时间，才终于找到那种境界。所以施主也只能靠自己去慢慢尝试，慢慢寻找。贫僧也给不了什么好的建议和帮助。伊藤菜菜子也不失望，十分尊敬地说道：谢谢师父点拨，我一定尽全力去试。景清法师道：施主也可以现在就试上一试。贫僧虽然帮不了你，但作为旁观者，或许能根据施主的进展，给施主一些贫僧个人的建议。伊藤菜菜子犹豫片刻，轻轻点了点头，道：实在是太感谢您了。说罢，他开口问：那我现在试一试，可以吗？景清法师单手立在胸口，指了指讲经台下面专供弟子盘腿打坐的蒲团道：阿弥陀佛，施主请吧。别院中，安承熙看着监视器中的菜菜子，问身旁的孙姐：孙姐，悟道景清用了8年，你觉得菜菜子需要多久？孙姐微笑道：夫人您当初悟道只用了半年时间，想来伊藤小姐悟道至多也就需要2-3年。安承熙轻轻摇了摇头，道：菜菜子比我更有天赋，她悟道所需的时间一定比我更短，说不定1个月之内便可成功悟道。孙姐惊讶地问：夫人这么看好伊藤小姐？安承熙点了点头，道：她比这世上绝大多数的成年人都更纯粹，越纯粹的人，自然也就越容易悟道。此时佛堂中的伊藤菜菜子已经来到蒲团前盘腿坐下，随后便闭上眼睛，娴熟地将真气与神识调动起来，进入内窥之境。由于早已经掌握了内窥的整个过程，所以伊藤菜菜子轻车熟路地便再次来到那片识海。此刻的识海依旧如之前一般，极端平静，没有任何波澜。伊藤菜菜子将自己的神识不断向上推，
随着高度的不断增长，神识距离下方的识海也越来越远，而越向上，无名的阻力便也越大。他竭尽全力达到最高处之后，便再也坚持不住，让自己的神识开始从高空中坠落。此时的伊藤菜菜子脑子里想着的便是如何才能做到无我无意识。他努力控制自己，不让自己去想任何事情，可越是如此，许多事情反而如潮水般飞快地涌入自己的神识。他想到自己的童年，自己的父母，想到自己与叶晨的初见，想到那个京都大雪的夜晚。紧接着，他的神识猛然一顿，一下子冲进了识海之中。但识海却如同被施了法一般，表面依旧是没有任何波澜。被识海包围的菜菜子还没来得及调整自己的神识，便感觉一股极大的力道从四面八方朝着自己袭来。紧接着，一股巨大的力量开始推着自己向上游。他感觉自己的神识像极了海底的一个气泡，被无处不在的海水挤压着，用最快的速度冲向水面。紧接着，伊藤菜菜子的神识便从识海的表面一跃而出。神识被推出识海的那一刻，伊藤菜菜子忽然睁开眼睛，大口地喘着粗气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整个人已经大汗淋漓。一旁的景清法师开口说道：“施主应当是被识海给推出来了吧？”伊藤菜菜子微微点头，有些疲累地说道：“控制神识，尽可能地向高处去，实在是非常疲累。可没想到，被识海推出来的过程更煎熬，那种无处不在的压力令人窒息。最关键的是，我越想要无我，就偏偏越会想起许多与自己有关的事情。”景清法师认真道：“悟道确实难如登天，不只是成功很难，体验和尝试的过程也很难。当初贫僧在这种状态中尝试了整整8年，那8年间，不知失败了多少次。不过施主天赋在贫僧之上，想来也用不了太长时间。”说着，景清法师又道：“方才施主内窥之时，表情短短数秒几番变化，想来是因为心中所想干扰太多。想达到无意识界，首先要让自己无欲无求，否则的话，恐怕很难成功。”伊藤菜菜子抿了抿嘴，开口道：“我想再试一次。”